老實說，這集我們聊了很多關於 trader 在市場上面對的殘酷現實，我們也不只想要給你 theory 或者是理論而已。那在看完這集影片之後呢，想要得到這個 step by step AI 量化交易實戰教學的話，下面有這個鏈接，點擊之後就可以直接參與我們的這個量化教學實戰。那這一集影片的含金量非常的高，記得拿你的紙跟筆好好做筆記。我們馬上進入正片。今天跟大家來聊聊用 AI 來研究量化交易策略的開發過程。OK， 那在这支影片的时候 ，even 還 before NairoBrain 的时候，我就已經自己做了自己的這個知識庫。OK， 那這些知識庫都是我收錄了不同，我覺得每一次他會發一些不錯的文章啊，給我一些不錯的 alpha idea 想法。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在開發策略的過程當中，我們的沒有想法，我們不知道要用什麼角度或者是策略的思路去做策略的開發。那麼這時候我就會去跟這些推特上面的這些論文啊，或者是跟這些 Glassnode 的這些文章 ，OK， 那這些東西都會自動的，當它一有新文章，它會自動 update 在我的這個知識庫裡面。然後現在呢，我就把它這個知識庫全部搬上去我的 NairoBrain 上面，你可以看到這些 ，OK， 你可以看到，如果現在點這個 knowledge base， 它已經全部出現在我的這個知識庫裡面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全部知識庫在這邊了。然後我就簡單的去讓它測試，我沒有給它任何的方向，因為我就當做我現在沒有任何的想法，但是我已經 feed 了我的 AI， 我的 NairoBrain 很多的這些 context， 一些好的有用的這些數據文章，來去幫我做一些判斷，幫我去做一些 priority， 到底要做哪一些 alpha 思路比較好，還有哪一些領域或者是哪一些策略因子是我們沒有用上的，我讓它優先去 cover 到那一個板塊。而且最後它跑出來的這個策略還蠻不錯的 ，even out of sample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條就是非常美的這個45度的這個曲線往上走。然後等一下我就跟大家一步一步去聊我怎樣去把我的這個 knowledge base 從我的這個舊的知識庫把它搬上去 NairoBrain 上面。然後呢，我就跟他講我要做一個簡單的 prompt， 做一個 alpha research idea based on our KB network， 它就出了這個結果。那想要知道這個一步一步怎麼做的話，就把這個視頻看到完，一定會有收穫滿滿。Alright，OK， 那收之前呢，在這支影片裡面的時候，我就有提到我自己有做我這個知識庫，然後我讓 agent 去做這個 auto research， 他會自己去研究，自己去拿文章讀了消化之後，然後學習到裡面的一些重點，然後去把它變成開發策略這個角度。然後你可以看到說，還有出了這些所有的這些分析報告要怎麼做啊，拿什麼樣的數據啊，然後 hypothesis 這些全部都已經是有一部分在我的這個知識庫裡面了。所以現在我要把它搬上去我的 NairoBrain， 所以我是用一個東西叫 rclone，OK， 因為一開始我也不知道的 ，OK， 一開始因為我要把它搬在 NairoBrain 是跑在 Cloud 上面，所以我需要把我的資料上傳到 NairoBrain 上面 ，so that 它才有這些數據才去參考。所以一開始我就跟他講說 ，OK， 我要做這個 iCloud 的 blah blah blah， 因為我講我的那個原始的資料庫其實我是存在我的 iCloud 上面 ，OK， 因為我買這個 Obsidian 這個 plan， 說它可以 synchronize 在我的這個 local file 叫Anson BQ OpenClaw，OK， 這是我以前取的名字啊 ，OK，so 一開始呢，我就跟我 NairoBrain 講，我要把我這個 Obsidian Knowledge Base 跟它轉移到我的這個 NairoBrain 上面，就是我的這個 pod 上面 POD，OK，so 他講怎樣去做一個 one way real time sync from iCloud Obsidian to NairoBrain KB 就是 Knowledge Base，so one way 的意思是因為我不要污染到我原本的 Obsidian 那邊，因為其實 Obsidian 那邊現在每一天有新的文章什麼，它都會自動 update 新的這些 analyze。然後新的 extractions 在那個Obsidian Knowledge Network 那邊 ，OK， 所以我要做一個單向的，就是我要它 inject 去到我 NairoBrain 的 knowledge base 而已。所以原本的這些它繼續一直吸這些知識 ，OK， 來去 feed 去我的這個 NairoBrain， 因為我現在主要的全部 research 的 work 都會做在 NairoBrain 上面 ，OK， 然後呢，它會用到這個 rclone 的這個 package，OK， 它是一個你可以理解成好像來 pandas 啊，然後或者是這個 NumPy， 這些在那個 Python 的這個 library 那邊會有的一個 resources， 所以其實這個是最後，如果每一次我要 resync 這些我的那個本來在 Obsidian 那邊的 file 的話，我就 run 這個 code 就可以了。But 一開始呢，你不會 code 的話，這個對你來講也是很麻煩嘛。對我來講，一開始我也是不懂的。所以你只需要告訴他說 ，OK， 假設你的 local file 是在這個地方 ，OK， 所以你 right click 了之後，你點這 options， 你看你點 option 的話，它會不一樣的。所以你點了 option 之後，你按 copy as path name， 所以你就可以告訴你的這個 NairoBrain 跟他講說 ，OK，this is my local KB path. I want to use rclone to sync the knowledge base into my NairoBrain knowledge base. 或者你直接打 KB 就好。How should I do it step by step? 你只需要跟他這樣講就可以了。OK， 他就去 check。OK， 在這2天時間內，他有新的14個的這個文章或者是文件。所以這個他就會講你 step by step， 其實不難的。我現在就來示範給大家看怎樣做到。所以你只需要跟着他 step by step 去做這個東西就可以了。OK， 所以第一步他跟你講說 ，OK，syncing local KB to NairoBrain。So local 呢，就是我現在這台電腦。OK，NairoBrain 呢，它的這個電腦是
host 在這個 cloud 上面的，所以它這裡會有寫 macOS，so macOS 就是指着我們這台電腦 ，so macOS 的話你就按 Command Space Bar， 它就會你就打 Terminal。OK， 然後如果是 Windows 的話，你就去找那個 Command Pad，OK， 就是一樣的界面也是這樣子灰黑黑的，然後這個就是你的那個 Terminal 來的，一樣的。So 你它這邊寫，你只要 Copy Paste 這個 brew install Rcone， 你就這邊打進去。OK，so 你就要按 install Rcone， 因為我已經 install 過了，它就會講它 install 過。如果還沒有 install 過的話，就給它一點時間跑，就跑完，讓它跑完就可以。OK，so 它講 already install up to date。OK，so 當它安裝完畢之後呢 ，OK， 我們就跟着它接下來第二個步驟，我們要做 configurations。So 我會帶你做，你可以不用管這個。So 我們就 OK，so 我們就 Rcone config。OK， 就點開來之後 ，OK， 你可以看到我有這兩個，這個是我已經先 set 好。你可以想象說，這個是你建立一個橋梁 between 這個 NeuroBrain 還有你自己本身。如果不只是 Obsidian， 任何你要去 synchronize 或者是你要傳導這個文件那些，其實可以用這個去做到完成。然後為什麼我們不直接拉 folder 這些呢？是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它過後會過濾掉一些東西的，就這些東西是它不要跑的。不要跑的話，它就可以用 code 的方式很有效的去 exclude 掉，看到嗎？OK， 因為我們要的只是那個知識庫，我們不用拿完整個 iCloud 裡面的東西，或者是裡面文件所有的東西。所以這樣子，你也到時候你就跑一個 code， 全部你的拉的東西就會很乾淨，你不用好像一直要拉 folder， 然後有一些 folder 裡面是很無謂的東西，然後會佔用到你的空間 ，which 也是一種方法。如果你覺得這個 code 的方式很難，你就用回那種，因為你在這邊在 NeuroBrain 上面的話，你可以直接拉那個你要的文件過去了。比如說我要拉這個文件過去了，所以這個 NeuroBrain 這邊我隨便拉放進去，你看它就出現在這裡了。OK，so 這個是一個示範，你可以這樣子拉進去是最簡單的方式，但是這個是比較精準專業的方式啦。OK，so 第一步你要按 New Remote，so 那個 New Remote 是 N，OK，so N 你就打 N。然後就取一個名字啊，假設你要取是 iCloud， 或者是因为我已经有 iCloud， 然後我就取一個名字，比如說我取 Anson。然後呢，這裡呢，如果你是 Apple 的話，你是用 iCloud 去存你的這些文件 synchronize 的話，我就會用66你就打66，OK。然後如果你是用 Google Drive 的話，它也有 Google Drive 的話是在 OK，Google Drive 的話是24，或者是你打下面這個文字 DRIVE 也可以。OK 是一樣的意思，或者是66號的話，你打 iCloud Drive 也可以。所以現在我是用 iCloud 的話，我就打66。所以66我要是 Drive， 我不要 Photos 嘛，所以我就按 E。OK， 你就跟着它填嘛。然後 Apple ID 就是你的那個 Apple 賬號是一個 email 來的，所以在這裡你就打你的 email。所以這邊就 type your own password， 這個 password 就是你的那個 Apple ID 的 password 來的，所以你這邊就打你的 password。OK， 然後 Advanced Config 你就打 No， 就所以 N 是小 N。OK， 然後就會跑了。OK， 這個時候呢，如果你是用 iCloud 的話，它會需要用到你的這個 2FA， 就是要 verify 你的這個 device， 然後它會跳一個東西在你的 Apple 這邊，你就按 Allow 就可以了。所以 Allow 這邊它會出這6個數字，你就打進去。OK，509657。OK， 因為它要拿那個 token， 它要拿那個密碼，它要拿到這個 access 這個 token。簡單來講，這邊基本上你就是 set 完畢了啦。所以你 set 完畢了之後呢 ，OK， 所以現在假設我把我的這個結果我跟他講 ，OK， 我現在已經設置完畢了 ，I have already set up Rcone on my local Mac. Show me next step for syncing to NeuroBrain KB。OK， 你寫完了這個，他出這個 result， 你講 OK， 你就他這邊講，你本來叫你自己跑，可是你講 run for me 就可以了 ，run for me。OK， 所以他現在他自己就會去安裝啊。如果因為你在 NeuroBrain 上面那個 computer 它是會一直換的 ，OK， 來去節省那個 computation 的那個成本 ，OK， 然後也可以比較有效的去使用它。因為如果你沒有用的話，電腦開着也是沒有用。所以每一次他用一個新的電腦的時候，他就要重新 install 在 Rcone 在 NeuroBrain 上面吧，你就讓他去做吧，他會去做完這些東西。所以 install 然後他自己去 install， 然後自己去幫你去做這個 run。OK， 然後他會叫我選 A 或 B， 因為我剛才打錯了，這邊我不應該跟他講我用 SSH， 因為 SSH 會比較複雜一點，我們用簡單直接用 Rcone config 就可以。所以我們用的是方法 B。OK， 但你有興趣，你也可以研究方法 A 啦。OK， 因為方法 A 是直接用那個 SSH 去做連接，对吧？我們用這個 Rcone 會簡單一點。OK， 所以它跑完之後呢，它會就是出現這樣子。OK， 它講 found it iCloud 這個在你的 local 的，它現在開始跑 ，OK， 拉到 4.3 個 G， 所以它就會去跑，然後跑完了，它就會講 OK transfer complete。OK， 這個是它拉的那個過程，拉了什麼數據等等的，然後拉了多少個 file， 多少個 media 什麼的之類的都在裡面。OK， 然後你拉了過去之後呢，它可能會出現閃閃的情況，就是 OK 有類似這種好像旁邊被孤立的一些點點。OK， 然後有這個點點的話，你就跟他講說 reindex KB fix all orphan nodes and broken edges。
所以它就會去掃描你剛剛拉進來的這些2萬多個 nodes，OK， 它會去做編排，因為 Narrowbrin 裡面已經有那個 embedding 的邏輯啊，有 AI 去幫你去看完它，然後幫你去做好的一些分類 ，OK，category 什麼 concept， 什麼 method， 什麼 methodology whatever， 它會跟它分得很好。OK， 這些東西全部是你只要跟他講這個 prompt， 它就會自動幫你分完。所以它分完之後呢，你就會看到一個完整的 knowledge base 在這邊了。OK， so based on 我的 knowledge base， 我就跟他講說 ，OK，do alpha research idea with inspiration of our past learning via our KB network， 我們的 knowledge base。所以他就去 research， 他就找 OK， 過去我們研究過什麼，哪一些是我們還沒有研究過的，他就會很快速的去做好分析。這個就是 AI 放大來用的這個 potentials， 而且這個就應該是要 AI 的用法，而不是很簡單的問問題啊，然後為了用 AI 而用 AI， 而是要真的是很戰略性的去思考，到底 AI 擅長什麼 ？AI 擅長記憶，擅長邏輯推理，擅長去處理分化的這些信息。因為你就想象 AI 也是人，可是它處理信息的能力是我們人的50倍、100倍。因为我们人学习也是用神经元连接的方式来去学习的。然后人为什么讲说会有 creativity， 就是他懂得怎么去善用自己曾经学过这些知识碎片，把它连接成在一起，就是这样 connecting the dots。所以为什么我讲能 connecting the dots 的人，就是有很有 creativity 的人，是很有创意的人。那能够把这个 connecting the dots， 然后把它用在现实生活中，然后变成自己的一个益处，形成一个正反馈，或者是一些在 practical 的一些场景，能够拿来赚钱，能够拿来去帮助人，这个就变成一个 wisdom。所以 knowledge is just a knowledge， 如果你没有去 practice， 你没有去用它的话，可是你懂得怎么去 connecting the dots 之后，把这些 knowledge 的碎片形成你自己的一个理解，一个框架，它就变成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认知。那这个认知呢，能够用在好的地方、对的地方，能够产生正回馈的这些正期望值的这些地方的话，它就属于 wisdom。所以这个是层层递进，你怎么把一些知识看起来没有什麼的東西，但是你懂得怎麼去編排，怎麼去連接，這個就是核心在 Narrowbrin 上面。為什麼叫 Narrowbrin？ 那個 brain 的核心就是怎麼去建構你的知識網絡之後，而且還進行有效的這個鏈接。因為如果你不能做鏈接的話，就是一堆散的文件在一個 file 裡面，你沒有做歸納，然後你沒有去做任何的這些關係圖的話，其實你要去搜索的時候，要來用的時候，你是很難的。這跟人是一樣。所以為什麼有些人他很聰明，可是有些人他不是靠死聰明 ，OK， 就是他可能上課也不用什麼去上，他就聽了那個概念，他就直接能夠 get 到整個脈絡，是因為他懂得 connecting the dots，他拿這些老師教這些知識碎片，然後變成一個他自己的一個框架之後，他能夠形成一個有效的網絡，所以他在檢索的過程當中會非常有效。這個就是死讀書跟那些真正你每次以前看到那種不用用功讀書，考試考很好那種人，他是怎麼做到的？就是他連接的方式跟普通人不一樣。所以你要怎樣讓你的 AI 不普通呢？就是你要懂得怎麼去 feed 他對的知識，他就好像你的孩子一樣，如果你給他一些廢物，給他一些每天看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這樣當然他能夠產出的一些 output 當然也有限。但是如果你是很有意識的，尤其在 AI 的時代裡面，品味變得很重要。品味也就由於你的認知去決定了，你要怎麼去 feed 你的 AI 看到什麼信息繭房，然後給他看到什麼有效的信息是別人的 AI 看不到的，那個才是重點。所以你變成說以前我們是一直 focus 在 coding， 然後一起花了我們78%的時間跟精力，但是現在來講，本來最重要的就是在那38%，就是怎麼樣有獨立的判斷思考，去想一些人家沒有想過一些策略角度，feed 去你的 AI 比你能夠擅長推理去學習的這個效率是高5倍、10倍，甚至100倍。所以你有任何你不能理解的東西，但是你覺得，因為你人是有品味的，你是有一定的判斷，說這個知識點，你只要懂它大概的框架，你不需要細懂它是怎麼做到的，你知道它有用，這個模型可能很有用，你就可以 feed 去給 AI，然後讓它去了解，甚至問它我應該要怎麼去用它，我覺得它蠻有用的，然後你就丟進去，變成你的知識庫，有這個知識網絡的時候，這個模型它不只是一個模型，而這個模型是會跟你其他的過去產生的所有的這個知識的吸納是能夠產生連接、產生關係之後，它就知道哦，這個模型很適合用在這個場景。這個場景會用到哪一些因子 ？OK， 假設這個模型很適合去抓突破或者抓動能的這種趨勢，而這個趨勢在某些因子範圍內它是特別有效的，可能是 fund flow， 可能是這些大戶的買賣，就會產生這個連接。產生這個連接之後，如果你碎片來看是沒有東西的，可是你連接起來之後，這個是一個策略思路，我要用這個數據，然後用這個模型來幫我去抓這個信號，然後去驗證到底這個策略到底是行還是不行，一樣的。所以在這邊它只是拆開來講，它的思考過程是什麼？他看了這些不同的這些文獻文章，他就產生了一個新的理論 ，a new idea，the thesis。
所以這個 thesis 不是我告訴他的，是他自己判斷說，哦，當有一個很急的一個 OI 就是這個 collapse 的時候 ，OK， 會有這個 liquidation cascade 就是這種骨牌的這種爆場效應，然後 funding normalization whatever 這個是他的理論，我沒有告訴他的，而且他自己已經知道說 predictable within 4 to 24 hours， 我也沒有告訴他，他就存儲在我的知識庫裡面，或者是在我過去做過的研究有一些數據的回饋，他自己拿到了之後，他有这些新的这些信息，他就可以做一個有效的判斷跟一個新的這個策略的一個設計。那這裡是他的一些其他的 family， 你可以看到哦，他知道用什麼因子 ，OK， 然後這些是還沒有 tested 的 ，OK， 可以去做。他講這個是沒有 tested， 可以嘗試去做whatever， 因為他就開始去跑了，他就建立自己，因為我 run 我的這個 pipeline 啊。OK， 我的 pipeline 這個是可能在下一集影片我大概跟大家講，簡單來講就是我有自己的一個 pipeline， 每一步它都會出一個報告，而這些報告都會有一些關鍵數據去幫 AI 去做一些關鍵的決策，下一步應該要怎麼做，應該要調取怎麼樣的資源，要用怎麼樣的模型，要用什麼樣的因子，要用怎樣的一些時間線的長度來去達到我們的最好的這個參數的設置 ，OK， 或者是策略方向的這個迭代。所以一開始他就開始我會用這些不同的這個參數 ，OK， 或者是模型，然後 EDA 就是我的那個就是我有那個他出了一個策略的想法之後，它是一個 formula 嘛，他就會去驗證這個 factor formula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有預測能力的。簡單來講是這樣，所以這邊已經判斷說是有的，有預測能力 ，signal is real, substantial predictive content blah blah blah。而且這個 EDA 報告出來之後，他也知道 optimal range 應該要用多少的 holding time， 然後他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模型，他自己已經判斷說，我應該用這些 pre-processing method，OK， 要用 log， 然後用 MAC-Z-score， 然後 signal 是要做 long only，OK， 我沒有告訴他要做 long 還是 short 的，然後他就講，他就自己出了這個邏輯 ，OK， 進場 ，OK， 抓 OI 24小時的變化，用 MAD 的這個模型，然後去抓 liquidation spike whatever， 然後 holding time optimal based on EDA 我剛才講的那個報告，他已經從那 EDA 報告裡面知道說最好的持有的這個時間長度的是12小時到20小時，然後 regime gate 是一些濾網的操作 ，OK， 所以他自己做 ，OK， 他就出了一個報告。一開始的報告還馬馬虎虎還好，就他的 in sample 是 1.05，out sample 是 0.66， 但是我的 pipeline 還沒有跑完，因為我的 pipeline 還要跑 regime shift， 還要跑 optimization， 好像這個是跑 optimization。OK， 所以他繼續跑，而且我沒有干涉，他就自己在跑，只是階段性的出一個報告給我，想是一個 genuine alpha， 他就繼續走了，走 ，OK， 跑，成績開始變得更好了。他的 OOS 就是 out of sample， 就是盲測的這個階段是 1.65 個 sharp。OK， 我什麼都沒有跟他講，他自己去找這些策略，有這個 1.65 個 sharp， 而且是 OOS 是非常非常好的，其實。OK， 所以最後跑出來呢 ，outstanding result result 0.82 out of sample 1.59 ，sorting error 2.28， 然後 win rate 有超過 54%， 然後 MDD 是從43.9 變成13%而已，這個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進步哦。Win rate 不變 ，total return。OK，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進步 ，Sharpe ratio 也提高了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你意思講說你 MDD 低，雖然你看它這個 return 感覺是比較少的，是沒有錯，41.1不低過 62.7， 但是因為你的 drawdown 更少了，如果你要槓桿大一點是可以的。假設我要跟它對標我的43%的這個回撤的話，我可以乘一個大概3倍的槓桿。那3倍的槓桿就是我可以賺的是150% 左右以下啦 ，OK， 乘3倍的話，432 120%，OK， 120%， 所以它是整整高過了本來的62%的2倍 ，OK，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看 Sharpe 而不只是看 total return， 因為這個 drawdown 也很重要 ，Sharpe ratio 就是拿你的這些波動風險，再拿這個 average return 去做一個 ratio 來去算的 Sharpe ratio， 所以這些他就算之後，最後他出了一個結論啊 ，OK， 這個就是他的結論。他最後選的這些參數 pass， 然後這個是你可以看到這個是 before， 這是 training set，OK， 就我們拿來去進行參數優化用的這個數據集。後面這些是完全用這裡跑出來的參數去跑未來，所以這個未來是我們叫盲測，是 blind test， 然後跑出來還是一個呈現上45度的這個完美曲線，然後 drawdown 也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一個，我為什麼說它蠻驚豔到我，這是 monthly 的 return。OK， 所以這樣子我不費吹灰之力，我只需要前面 fit 它該 fit 的東西，然後就出了這個 result 給我。所以這個是我怎樣去真的用 AI， 而不只是幫你寫 coding， 而是真的是要善用到 AI 的這些優勢，去幫你做
analysis， 幫你做這些數據統計，然後文件的統整，然後這些 intake 之前我有 share 過了，就是比如說啊，這個 Glassnode Insight， 我覺得，因為它就是 data provider， 它就是要你買它的數据，所以它每次寫這些文章呢，就是要告訴你我的數據有多有 predicting power， 然後有多有用。所以比方說這個最新的文章5月23號，他就去讀這個文章是從哪裡來的，我給大家看吧。你可以看他吸納了什麼知識點，他拿到了什麼 key insight BTC stablecoin backwardation 對吧？這些東西你要單單去讀，你要花時間嘛，但是也5分鐘的事情，然後還直接幫你 extract 說 OK， 我現在的 signal 有3個可以從這個文章裡面可以做的策略啊，簡單來講 ，so stablecoin 的 inflow OK， 它有它的 hypothesis， 用什麼樣的 data source OK， 然後 direction 要怎麼做，要怎樣去進行這個信號的這個捉取，然後這個是第2個、第3個，以此類推。而且這些文件最好的東西是它會自動 update， OK， 它會自動 update。你可以看到這個它的文獻來源是來自於這個 Glassnode Insights， 所以你看到這個文件它是自動這邊一出新的，它那邊自動就會做收集了。然後這個是它的原始的文章 ，OK。所以他讀了這個文章之後，他拿到這些數據，你可以看到這些 net flow 啊，全部它就是直接出現在剛剛我講的這邊。所以我這邊我只需要一直不斷的去加這些不同的這些我想要跟蹤的這些 source， 它就一直 update。所以在這個東西至於怎麼去做呢？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嘗試去做，但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我自己都花了1整個月去做這個東西。你做到是做到，可是要做到有效，它能夠吸納對的知識，這些又另外講。所以這個東西呢，我到時候會把它 build 在 NeuroBrain 上面。所以到時候你們可以也一樣像我這樣，我只需要那些我要 follow 一個 Twitter 的 profile， 我只要把我的 link 放在這裡，然後我取一個名字 ，OK，let's say， 然後我就 add source， 它就會直接出現在這邊。所以每一次有新的這些文件的時候，它就會直接 ingest 再 ingest。OK， 所以你就来，你可以看到我在目前為止已經有2000多個，單從這裡還不算我自己手動，可能我自己刷到推的一些散文 ，OK， 我想要加 intake 的，我也可以 intake 進去，這個是沒有涵蓋在這邊的，所以你才會看到來這麼整個 file 裡面有整1萬多個 file， 這些全部都是知識庫來的，非常非常重要。但是這個大家可以不用擔心，因為我本來的想法就是本來這一個東西你看到的本來是我自己做自己用的，然後我是要測試 AI 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夠解決到一些以前解決不到的問題，甚至有一些爭議效果，就是能夠幫我現在這樣幫我自動做分析，自己做開發策略，這個是以前做不到的。以前你全部每一行 code 每一個邏輯都是你告訴電腦才有吧，現在 AI 自己能夠產生邏輯，你只要 fit 它知識點就好，它出了邏輯它就能夠產生新的 alpha， 這是以前完全沒有的這個福利來的。所以这個我覺得才是 AI 真正的它的用法在哪裡。然後呢，做這個東西過後，我已經驗證到它的初步的有效性之後，我就做了這個 NeuroBrain 本來也是用給 internal team 我自己的量化團隊用的。OK， 然後學生呢，他們卡在的地方就是代碼很難，就算我們教完了，可是代碼還是對很多人是一個 barrier， 是一個門檻。所以本來在這邊就已經有這個功能，就是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直接好像剛才我講的，我只是跟他講一個 prompt， 我可以用 prompt 可以很快速把我的想法告訴了這個 NeuroBrain，NeuroBrain 裡面已經有 pre-train 了這些 backtest 的這些規則，然後什麼東西是會造成 overfit 的，然後要這個 robustness check 這些全部都在裡面，所以大家就可以更 focus 在策略的想法，而不是只是 coding 上面。所以你可以有任何想法，你甚至 copy link 進去，跟他講我要 copy 這個 Twitter 的這個策略，或者是 YouTube 的這個策略，幫我做一個 backtest， 它就會出這個 reporting 給你。所以這是現在非常方便的一個東西。然後呢，每一周我們在這個 NeuroBrain 社群裡面都有直播，我們這個昨天這個直播才做的。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看回去之前的直播，會講到比較細一點，因為畢竟這個 YouTube 影片不能拍太長。所以如果你對一些比較 technical deep dive 的手把手到底要怎麼去做的話，那麼可以 join 這個 community， 是免費的，每個人都可以參與。那每個星期二晚上9點呢，都會有這個直播，大家可以過來看一看呢，然後都會有這些 recording 放在這邊。好，之後這個今天大概就到這裡先，有一點長，但是如果你看到這邊的話，就代表你對量化是蠻有興趣的，也想要把它做好，而不是要隨便靠感覺來做交易。那你是對的，我們是有緣人。那我也相信交易應該的樣子就應該是要這樣子，要有數據的支撐，然後經過回測。那你在做交易的時候，即使有一些非常極端的情況，你都可以游刃有餘，因為你知道數據會站在你這一邊，你有數據做支撐，你不是用感覺，然後你就看着你的這個錢包就是慢慢的成長，而且是低波動的。你在任何時間加錢進去，你都不用怕突然間又回撤一個50%甚至爆倉。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會跑量化交易，這個也是以前我作為手動交易的一個心理真實的寫照，然後堅持到今天，即使我不会任何的 coding。那現在有 AI 的話，我已經把那條路走過了，我已經走過那個艱難的路，我已經把所有的痛點我已經感受了一遍，現在把它變成全部放在 NeuroBrain 上面，這些都是我自己一定會用的功能，然後也會給团隊去用的一個功能，所以我自己都參與在這個行業裡面，所以我做的這個東西一定是要能夠 match 我的 needs， 所以我相信也一定能夠 match 到你的 needs， 所以大家可以去這個網站 app.neurobrain.com 去看一看，去玩一玩，然後去體驗一下。想要關注更多 AI 交易量化的這個策略開發這個內容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有什麼問題的話，想要我去深入去探討的話，可以比如什麼是 Sharpe Ratio 啊，想要去看判斷策略好與壞啊等等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在下一期影片的話可以拍給大家看。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拜拜 ，peace out。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樣覺得整個交易思維框架邏輯都已經完全被翻新了？我相信呢，现在你的腦裡面一定有很多想法或者是知識點在你的腦裡面一直不停的打轉。那既然有了方向之後呢，下一步就是去手動操作實踐。如果你不知道第一步應該要怎麼做，不用擔心，我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直接點擊下方的鏈接參加報名我們這個 AI 量化交易實戰體驗課，去親自見證，去實際體驗，去滿足你對 AI 量化交易的所有的好奇。跟着我們 step by step 去見證 AI 的威力到底有多麼的強大。把今天學到的知識真正的落地，我們在課堂上見。